Hello，大家好，看到这些图片了吗？这些图片是完全不像二维码的二维码。虽然之前我有个视频给大家去分享了怎么去生成个性二维码的一个方法，但之前的那个方法生成出来的二维码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定位点之类的，融合的效果还是没有现在那么好。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这种完全隐藏了定位点二维码的一个方法。它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去下载两个插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fter Detainer 这个插件，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它就是一个修复脸部的插件。第二个呢是这个 QR Toolkit 这个插件，它是一个生成二维码的一个插件。再有两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模型，我们需要去下载。这个插件的一个安装方法跟我们平常的一个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点这里的扩展，可用加载字。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这里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去取消勾选的。如果大家第一次安装，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去管它。来到这个页面之后，你在搜索这儿直接输入插件的名字，比如说像第一个 After Detainer， 你就输一个 After， 就是第一个插件，然后你点安装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 QR Toolkit， 你输一个 QR， 然后就是这个插件。注意不要搞错了，是第一个，不是下边那个。然后同样点后边安装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你可以这儿从网址安装，然后你把插件的一个地址放在这里。地址我也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然后放到这里，你放好了之后点安装就可以了。还有其他方法我就不去细说了。然后插件安装上了，第一个是这个QR Toolkit， 它是这个插件。第二个呢，它是这个 After Detainer， 就是在这里，是这个插件。插件安装好了之后，下一步我们需要去下载 ControlNet 两个模型，就是这两个模型。第一个是专门生成二维码使用的这个模型，然后地址我也分享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我们直接在浏览器中打开。来到这个页面之后，你需要去下载两个文件，第一个是这个 YAML 这个文件，第二个是 Substances 结尾的这个文件，两个都要去下载，是下载的一对。下载好了之后，我们还要下载第二个模型，就是这个 Brightness 这个模型，它呢是主要用于我们更好的去识别二维码，就是让该亮的亮，该暗的暗，就是这个。同样是在浏览器中打开。它的这些地址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说明栏里。然后你下载这个 Brightness 这个就可以了。然后下好的两个模型就是三个文件，你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你找到 WebUI 的目录，找到 Extensions 这个扩展里边，然后再找到 ControlNet 点进去，然后找到 Models。就是把刚刚下好的三个文件放到这里边来就行了。第一个是这个 Brightness， 还有这两个。就是文件，这三个一定要放到这个地方来，不要放错了。放好了之后，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找到 QR Toolkit 这个插件，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去输入想生成二维码的一个地址，比如说像我频道的一个地址。这个是我频道的一个地址，我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来。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那种二维码的样式，那你可以直接去解码一下，比如说用草料等一些工具，把它解码成这种地址的一个形式。我们下边看一下参数，这个呢是容错率，也就是二维码的一个抗损能力，可以让二维码在部分区域损毁的一个情况下，它也可以被识别。所以这里我是建议这个 Q 或者是 AH 的，大家下来可以试一下。我就选择这个 Q， 然后再勾选这个。然后下边这里呢，它是一个遮罩图案，你可以一一的去比对一下，就是图案都是不一样的。这里是建议那种黑白点分布比较均匀的一个样式，不要那种密一块细一块，否则的话图像构图会有点奇怪。我就选择这个一，然后下边是一个旋转，它是整个二维码进行旋转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些定位点都是不一样的。我让这个定位点就是在下边一些，因为这样的话它生成图片更容易被隐藏掉。然后下边是一些风格，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是整个二维码的一个风格。我就选择这个比较圆滑连接的一个外形，建议选择这种。然后下边这里呢是3个这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定位点，它的一些细节的一个调整。那这里也是选择这个，建议选择这个，它是比较圆滑的一个形式。其他的形式你可以看一下，都是不一样的。我就建议选择这个。然后这个是外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外边这一圈，外边这一圈的一个外形，就是都不一样。那我就选择这个，然后下边是里边的这个3个的一个外形，你可以看一下，也是不一样的。那就选择第一个吧，因为这个的话它会更好识别一些，选择第一个。然后这个呢是马原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形一个设计。然后我们这里就选择这个吧，选择第3个。然后下边这个是白边，它呢是一个在边缘，就是二维码边缘添加噪点，让二维码的一个形式感弱化。然后这里的数值我是建议在3到5的，太高的话可能就不太好识别了。你可以看一下，它突然这个边缘一下宽了好多，然后我们需要去勾选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我设的是0.3，然后这是1。如果作为新手的话，大家其实下边都可以默认。然后这个是特效，也是你熟悉了过后再去。这个是晶格化，这个是液化的一个形式，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新手，你就默认，就不用去改它了。然后好了之后，这边基本上就是生成我们需要的一个二维码了，它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你可以直接点这里下载，然后也可以直接发送到 ControlNet。那我这里已经是下载好了。接下来我们到纹身图去制作个性二维码，这里的参数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往下滑，先打开 ControlNet， 在这里我们去上传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二维码，放到这里来，然后点启用完美像素。这里的预处理器我们可以选择无，模型我们就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 QRQ 的 Monster 这个模型。这3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权重我是建议1到1.75之间的，这个数值越高呢，它的一个定位点越明显，二维码的一个影响也就越强，它识别的一个成功率也就越高。那这里我就设为1.1，如果你想保险一点，你就设为1.4、1.5之间，然后设高的，然后往下去调。然后这里呢是开始引导的一个步数，我是建议0到0.1之间。我就0.05，这里的结束步数我是建议0.8到0.9之间的，我就设为0.9。然后这里的模式我就选择这个平衡模式，缩放的一个模式的话，我就选择这个缩放后填充。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第2个 ControlNet， 同样把这个二维码这个图片放到这里来，点这里的启用完美像素。预处理器同样我们可以选择无，模型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Brightness 这个模型，这个呢是提高识别二维码的一个成功率的，就让它该亮的亮，该暗的暗，就是这样的。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你在这里的一个权重，你可以设小一点，不要太高了，建议是在0.15到0.3之间，这里我就0.3。然后它的一个控制建议是在30%到40%之间，可以放在开头，也可以放在结尾。那我这里就0.65，其他我们就默认。然后往上，这个地方是填写，就是你想生成的一些图片的一些提示词，然后我就用我之前的一个提示词。填好了之后，这里的采样方法我是建议这个采样方法的，采样迭代步数尽量给高一些，我这里设为50步。你可以勾选这个面部修复，也可以不勾选。然后这里我们就512×512，然后我们点这里高清修复一下，把它放成这种大图，其他我们就默认不用管。这放大算法也是这个不用管。然后下边这里我们就7也是默认的，
这个不用管。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插件，就是面部修复的这个插件 After Detainer， 你要去启用，勾选这个面部修复，建议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面部修复，大家都可以下来试一下。然后下边的这个遮罩的一个设置，这里我们改为-4，其他我们可以不用改了。然后好了之后，我们点这里生成。然后这里生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完全不像二维码的一个二维码，它是可以去识别的，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去验证一下。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它是可以识别的。除了这个，你可以在这里就是去更换你的大模型，以及在这个地方去加入一些 LoRa 进去，然后生成你自己风格的一些二维码。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